习近平刚刚现身拉萨，但只待了不到2天，就匆匆地返回了北京。表面上是民族盛典，歌舞升平，可是背后却藏着2个惊人的杀机。第一，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为什么一定要夺取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主导权？第二，雅鲁藏布江的超级水坝为什么正悄悄军事化，变成北京的战略武器？更微妙的是，习急着离开，反倒是王沪宁留了下来，在西藏继续端政治的鸡汤。这场戏真正的席位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表面歌舞背后夺魂与军事的双重阴谋。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岳音。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下面的新闻。中共党魁习近平这2天跑到拉萨去了，参加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典。在官方播放的画面中，布达拉宫的广场上2万多人，歌舞声震天响，军队整齐列阵，习近平则笑着跟藏族的干部握手，旁边是盛装的少数民族的代表。这一切看上去民族团结，其乐融融。但是呢，在这场热闹的大合影里，有个空位格外的刺眼，他的缺席比任何一面彩旗都抢眼。这个人就是90岁的第14世达赖喇嘛。自从1959年流亡印度以来，他一直是北京最难面对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个月前，达赖喇嘛在90岁生日的时候放了一颗重磅讯息：达赖制度不会结束，他的继任者会依照佛教传统的认定，与北京方面没有关系。噶丹颇章信托基金会和办公室将按宗教老规矩一步步完成寻访和认证。达赖喇嘛还一再强调，未来的继任者将不会出生在中国，而是在自由的世界诞生。伦敦大学西藏问题学者罗伯特·巴内特指出，这其实是向北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你可以管钱、管土地，但灵魂转世的事不是你说了算。当然，中共也立刻表态，转世活佛是藏传佛教的独特形式，达赖等活佛的转世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程序要遵循中国法规和宗教仪式。说白了，这就是把一个宗教行为变成了国家主权事务。你想想，一个无神论政党硬要插手尊者转世，是不是有点荒谬？那么北京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怕藏人的精神世界不受掌控，所以习近平在布达拉宫的现身，某种意义上就是隔空喊话：你可以圆寂，但转世必须得听党的。而这背后其实透露了一个更深的讯息：对北京而言，控制西藏不只是靠军队、基建和经济，还要深入到信仰、文化，甚至人们的精神世界。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习近平在拉萨的讲话中有一句话特别的耐人寻味。他说，藏传佛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话听起来像随口的官样表态，但细想之下，其实意思很直白。信仰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中共对宗教一直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嘴上说反对，心里却想着把它抓在手里，非得自己拥有最终的解释权才踏实。要看清这一点，我们得回到1995年。那一年，达赖喇嘛依照传统确认了一位6岁的灵童作为班禅喇嘛的转世，但仅仅3天后，这个孩子和父母就神秘地消失了，至今都下落不明。30年过去了，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而北京很快就推出了一位官方班禅，现在是人大代表，政治地位显赫，可惜在藏人的心里毫无号召力。而习近平上台后，放弃了前几任党魁那种经济发展自然融合的温柔手段，下重手，由党亲手重塑文化认同。宗教之外，语言、教育、日常生活都成了重点。例如，西藏各地建立了密集的警务站，看似便民，可以量血压、发感冒药，但同时也在监控社区，
孩子们甚至从4岁起就被送进普通话教学的寄宿学校，课堂里不再是藏语故事，而是所谓的中华文化和红色教育。一代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藏语和传统文化就被慢慢边缘化了，甚至连西藏的名字都在被改写。中国官媒在英文报道里越来越少用到 Tibet， 而是统一用拼音西藏。这一串字母的改变本身就是话语权的再分配。当然，北京从来都是否认压制，他们的说法是共产党改善了西藏经济，提高了收入，还保留了民族特色。但问题是，当你用政治口号来规定宗教的未来，用普通话取代藏语，这样的保留还有意义吗？其实，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在搞这套宗教改造，在汉地还算小有成绩，比如天主教就成立了爱国会，把信仰打上爱国的标签，基督教则统一收编到3字爱国会。可轮到藏传佛教就麻烦了，西藏是全民信教的地方，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更要命的是达赖喇嘛还在印度，北京够不着，于是只好寄希望于活佛转世，只要能控制转世，就能控制整个宗教。结果呢，30年过去了，官方的班禅依然扶不起来。曾经的中共宗教局长叶小文在内部讲过这么一番话，透露了中共改造宗教的真实意图。他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光是消灭贫富差别，还要消灭所有的宗教。怎么做呢？3步走。第一，把宗教领袖请到北京，封官禁爵，让他们慢慢忘掉信仰。第二，不听话的就直接打压，送进监狱。第三，从年轻人下手，大力推广无神论教育，等新一代不再相信父母的信仰，宗教自然就会消灭。听上去是不是冰寒到刺骨？这就是中共的宗教改造计划。但问题是，几千年的信仰真的能靠几十年的政治工程彻底的抹掉吗？说到习近平这次到拉萨，背后还有一张重要的牌，雅鲁藏布江下游的超级水电工程。这可不是普通的水坝，它背后的意图比我们看到的歌舞庆典复杂得多。在布达拉宫广场的讲话里，习近平提到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要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细想之下，这是在发出明确的讯号，北京要在西藏下重注，不只是能源，更是战略。这个雅夏水电工程预计投入1.2万亿元人民币，至少10年才能完成。它不只是中国的能源供应项目，更是北京掌控边境的重要棋子。早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就把雅鲁藏布江水能开发列为长期战略储备，可见这枚棋子早就摆好了，只等动手。彭博社认为，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场历史性赌注。一方面，它能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这个超级水坝也让北京在边境和地缘政治上握有更多的筹码。换句话说，青藏高原被作为亚洲水塔，大坝建在这里，不只是能源和生态问题，更带有明显政治意味。这座水坝选在中印实际控制线以北，中方已在周边展开大规模的基建和村落建设。据估计，未来可能有10万多人进驻这片高原。而在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竣工后，北京很可能要以保护水电站安全作为掩护，配套修建军用机场，驻扎装甲部队，配备东风导弹和远程火箭炮等军用设施，提升该地区地缘政治地位。另外，在上游建起这座超级水坝，那就等于给下游的印度、孟加拉安装了一个水龙头，全面掌控其水资源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不管上游突然开闸拦水，还是旱季断流、雨季泄洪，都可能对下游的印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印度的官员担心大坝会被中国用作水弹，孟加拉也曾正式致函北京，要求提供更多资讯。对北京而言，这些声音似乎只是背景的噪音。分析人士庄家颖指出，中国早已把这个工程视为必做之事，
基本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无论下游如何担心抗议，这场能源和地缘政治的布局早已箭在弦上。所以说，这次习近平之行，心里打的是2张牌，一张是宗教和文化的控制，一张是能源和战略的筹码。在布达拉宫广场，看似歌舞升平的庆典背后，他一心想向外界展示的是西藏牢不可破，而向国内则试图宣示党对边疆的掌控坚不可摧。事实上，藏人的信仰可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和韧性。即便经历了北京数十年的干预和洗劫，千年的灵魂传承仍在默默地流淌。因为信仰永远比短暂的强权更加的长久，也比任何政治手段更加的坚韧。而那座雅鲁藏布江的超级水坝，固然是北京心中精心布置的地缘政治筹码，但再缜密的政治设计，也挡不住自然与历史的力量。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呢？在强权与信仰之间，谁会更长久？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